今天是農曆15，鄭錦輝、鄭少軍夫妻倆的果品店生意格外火爆。從早上5點到正午，店裡師傅們手上的活兒就沒歇過。這個叫做發粿，那叫山咖發粿。這個叫老湯煎。一到時令8節，潮汕人家家戶戶都離不開果。清明節愛吃抱子粿，農月節你愛吃堅粿，7月半天王節愛吃紅桃粿。潮汕果品制作技藝有500年以上的歷史，也是廣東地區的著名小吃。老鄭家做果已經傳了4代，27年前，鄭錦輝自打開了果品店，生意就越發紅火。潮汕人為什麼如此熱愛果？這果的原料又是什麼呢？潮州鳳凰山海拔1391米，是粵東第1高峰，山頂常年雲霧繚繞，氣象變幻多端。今天霧很大，看一下，哎，這裡很多鼠尾草。鄭錦輝每年的農曆10月到來年1月，都要上山來找一種野草。這個比較嫩的鼠尾草啊，它的糬就比較多，很多糬都連在一起。鼠曲草也叫鼠殼草，有清熱解毒、涼血止痢、燥濕殺蟲的功效。不過，鄭錦輝採集鼠曲草，卻並不是為了治病。哦，這個鼠殼草就是要採這個比較嫩一點的，不要開花是最好的。做起鼠殼果來了，它就很好吃的，就是有這個口感很好。今天就採這麼多了，夠做200-300個。大家來幫忙。原來，鼠曲草是做鼠曲果的主料。鼠曲果黝黑的外表，並沒有添加任何色素，而是這種植物的原色。第一次煮的時候就這個苦澀味啊，這個水就不要。那第2次煮的時候，這個水就要流下來。鄭錦輝倒下的是用米磨成的粉，這就是做各種果的主要材料。有一股很清香的味道，就是青草味道。就是不粘手，可說是強。別看現在鄭錦輝動作熟練，說起各種果來都頭頭是道。其實剛開始做果品生意時，他的果品種少，餡料單一，為此他還專門跑到廣州茶樓偷師學藝。我一個人就一下子買了12輛這個小車啊，這個點心啊，所以被旁邊幾個老太太都笑死了，說一個人吃這麼多，他說好像是很多天沒吃東西一樣的。其實我就是要看這個味道，還要看他們是怎麼做的。蒸好的鼠殼果色澤烏黑發亮，餡料絲絲的甜和果皮淡淡的野草清香的結合，使得入口軟糯香黏，欲罷不能。潮汕果品種類繁多，如果說鼠殼果是其中歷史最悠久的，那紅桃果則是潮汕人1年4季最離不開的果品。只能每年來做好事拜老爺敬生啊。
經生每個做都是都用隻紅桃果。紅桃果就代表潮汕味道。潮汕多僑鄉，在海外的300多萬潮籍華僑把紅桃果也帶到了海外。新加坡上一個月就是美食節嘛，他就是在我們這裡訂了幾萬個紅桃果，本來就這窩就是要賣10天，但是一下子就3天就賣完了。紅色是吉祥如意、好意頭的象徵，所以加了玫瑰紅的食用色素做出來的果是粉紅色的，颇為喜氣。現在這個紅桃果呢，也可以做成小吃，所以就加這個蝦米啊，還有這個豬肉花生米啊、芹菜啊，還有更高級的就是要這個干貝之類的東西，就是海鮮。紅桃果最好吃的做法是用油煎，可以加點雞蛋，把果皮煎脆，咬下去卻是香軟的糯米飯，迂回於酥嫩間，齒頰留香。潮汕果的吃法在外地人看來是既油膩又熱氣，可不煎不炸沒好果，果吃的就是它的香酥。這種大米做成的小吃，看上去簡單，其實精細考究，不花功夫是做不好的。果貫穿在潮人的整個生活途徑中，暖胃、暖心。而在廣東肇慶，讓當地人無論去到哪兒，也會惦記當地的一種小吃。比起果來，那可是另一種大塊頭食物。寒冷的冬日，拿上燙手的粽子，一層層剥開，濃濃的糯米香混着五花肉的乾、綠豆的綿，入口鬆化、爽滑甘香。好似探險咁，草又高過人，路又高過人。一大早，蘇少飛便和表姐帶着幾個壯丁去山裡尋找2樣重要的食材。一定要戴手套嚟摘咯，因為咧佢係戒手噶。這葉子不是普通的竹葉嗎？為何要冒着受傷的危險，滿山遍野去找呢？啲芒葉咧，佢咧生長咗好似嗰啲竹葉咁樣長長嘅，但係咧佢唔係竹葉嚟嘅咯，因為我哋每年都會要用好多嚟包鹼水粽啊嘛，所以咧都要密密咁樣去揾咯。原來，這種野生植物就是我們平時包粽子用的芒葉。不過，肇慶獨有的粽子果蒸粽，用的卻是另一種葉子。少飛作為粽子鋪的少當家，必須找到這種原料。翻過嗰邊一邊嗰度一邊係咪啊？嗱呢度啦嗬，跟住啊，嗱呢個冬葉咧就係我哋鄉下嘅本地冬葉啦。呢個冬葉咧就有保鮮作用啦，同埋咧可以清熱解毒啦。中葉是包果蒸粽的絕配，不過現在也越來越難收集了。而家就少人種啦，即係太平啦而家啦，屋前屋後種啲啊，攞嚟你自己啊過年過節啊包粽啊啲咁咯。呢啲啦，呢啲靚啊，又唔大又唔細啦呢啲咯。今天葉子大豐收，不過少飛的任務並未完成。
鼎湖山最出名的莫过于山泉，這也是讓果蒸粽口味更為甘醇的秘訣。少妃費了那麼多的功夫，無非是為了追求果蒸粽極致的口感。少妃家的老字號果蒸店就開在鼎湖山腳下。清晨的客人不多，少妃抓緊時間和媽媽一起拌料，準備製作。現在我拌的是五花肉，本地人最喜歡吃了。普通的粽子用長條的芒葉包成四面體狀，果蒸粽則必須採摘新鮮的中葉，包裹上本地生產的糯米，以及今年收穫的綠豆，肥瘦相間的五花肉，才算正宗。而這一切，少妃早已賴熟於心。13歲開始學包粽㗎啦。呢個粽咧就係陳朝時代就有㗎啦，成2000年歷史㗎啦。我哋屋企咧就有5代人都係包呢個粽㗎啦。蘇家從1989年開始專心做果蒸粽生意，創始人是少妃的父親蘇達榮。一個大男人做粽子，在當地遠不算體面，但沒想到堅持下來，竟然成了品牌。更意外的是，90後的女兒因自小在粽鄉中長大，對果蒸粽充滿了感情，現在居然願意繼承這份辛勞的手藝。78歲的老父親已經很少回店裡了。最近，少妃琢磨了一個新的果蒸粽品種，讓他回來指點一二。但我自己諗咗一個咧，就係黑糯米、白糯米加蛋黃同埋紅豆。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啊？傳統得好乜都要呢個味道得，你就打得出呢個。起碼咧就將自己老豆一生咁辛苦做落嚟嘅果蒸粽業咧，就即係自己傳落去咯。呢個咧就係你嘅品種啦，呢4個都係我嘅。少妃把自己和父親的實驗作品，連同今天包好的果蒸粽，一起送去蒸爐房。每隻重達1斤以上的果蒸粽，將會用山泉水浸泡、大木柴猛火蒸煮的傳統手法，熬上8個小時。嗰啲粽咧，佢要大火，慢慢咁樣，一唔夠柴就要人加咯。每晚睇火咧都要望實個爐㗎。攞清水咧要漂一漂，撇一撇啲油漬，淋一淋佢。咁啲果蒸咧就乾淨。回到店裡，少妃馬上把昨天和父親一起研發的新品種拿出來品嘗。哇！咁正啊，嗰啲椒啊嗯，好甘啊！哇！蛋黃喎。我啲黑糯米真係好正嘅。你覺得我個味道同你個味道係點咧？比呢隻咧個味道咧特別好食嘅，佢個味道咧係比較更香啲。佢依家攞紅豆嚟代替咯，唔係攞綠豆咯，起碼佢有種新鮮感咯。成功啊！呢個創新成功。甜糯米、嫩粽葉、山泉水，和自然相遇，善待自然，它就會回饋你美味的食材。少妃以特有的活力和勤勞，守護家傳手作，守護童年安心感的家鄉味道。離肇慶500公里的梅州大埠，來自中原的先民
長途跋涉，遷居至此，形成既有北方中州古味兒，又兼南方各地特色的飲食文化。仅仅小吃就超過200种，是手作美食的聚集地。邱怀玲做了30年本地小吃，因为手巧，成為了本地飲食界的名人。她最大的心願是把大埔美食推廣出去。女兒瑞丹也幫着媽媽加把勁兒。養啱唔來啊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做一個作為大埔小吃的傳承呢，能夠一代一代的可以接下去。而且我覺得也有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做好大埔小吃文化城。是母女倆實現目標的第一步。開業前夕，邱懷玲特地來這兒試試新場地，同時要在這裡試試客家小吃裡最著名的老鼠板。因為老鼠板呢有它的訣竅，就是說要有熟的跟生的混在一起呢，去發酵呢，它會帶來一定的韌性。這個米還有個米香味，這個呢拆起來的時候要拳頭要用力。你的5指拳頭也要放下去。用蒸熟的米粉團做板婆的古老手法，在這個機械化時代，已經越來越少人使用。手工呢，因為它沒有忽略任何一個細節嘛，是要很用心，心用上去了，做出來的東西肯定就有不一樣。提供給客人來吃的時候，他們的口味的感覺感受，他們也會有不一樣的。邱懷玲把搓好的粉團放在特制的鉛孔板擦來回摩擦，一根根寸許長的板條從孔中鑽出，板條兩端尖，形似老鼠，因而得名老鼠板。說起邱懷玲做小吃，還得從30年前說起。那時邱懷玲剛從紡織廠下崗，為了生計開了一家小吃店，每天得做上千碗老鼠板。沒想到等着吃上一碗的顧客排成長龍。漸漸的，這個傳統手藝讓他從小吃店做到當地唯一的4星級酒店。邱懷玲的拿手小吃，除了親民的老鼠板，還有以前只在春節才能吃得上的筍板。現料就地取材，筍板的皮則是用當地盛產的木薯粉做的。相比用模具切割出整齊的板皮，邱懷玲更喜歡和女兒一起用手去捏板。現在年輕人真的要會做這種板的已經是好少好少了。然後因為薯粉呢，它有一個怪脾氣，真的太熟了不行的，太熟它就露餡了。我得好好保護我這個不能露餡。是啊，就沒弄好看了，就這樣。過年的時候也像北方一樣，我們就包筍板啊，也寓意着團團圓圓啊，紅紅火火來一年。筍板形似餃子，是客家先民帶來的中原飲食習慣，但南方不產小麥，聰明的大埔人就把木薯、山芋等製成澱粉做餃皮。在大埔鄉村，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木薯，是製作小吃所需澱粉的主要來源。經過5道以上的工序，100斤木薯才能產出20斤澱粉。一有空，邱懷玲就喜歡到處走走，去尋找優質食材。你看那邊就有木薯啊。那一大塊在挖的，那就是做薯粉的、做筍板的那個原材料。邱懷玲想不到今天運氣如此的好，沒走多久就找到質量上乘的木薯，當即和農戶談起了買賣。我說阿伯，你能夠收多少薯粉？你家裡
我家里100多斤都200斤。100多斤200斤，那以后你收成了我就跟你收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呢，看其他的農夫有多少，我們有多少收多少啊，就說有1萬幾千斤，也要，都能要啊，都要的啊。我跟你聯繫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你就跟我聯絡，我也會跟你聯絡啊。可以可以。過年正是餐廳最忙的時候，邱懷玲通常會提前和家裡人聚聚。今天她準備做一道名叫鴨松羹的小吃，不過這道小吃和鴨肉完全沒有關係。鴨松羹呢，就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，煮的時候要壓，然後吃的時候一咬就斷，所以它叫鴨松羹。做鴨松羹是個體力活，邱懷玲的丈夫也過來幫忙。我們客家人認為它是，如果你有孝敬之心的，肯定會送上一碗鴨松羹。鴨松羹據說是古時候一名孝子根據老父親口味發明的小吃，因其口感鬆軟糯香、微辣香甜，一直以來被作為孝敬老人的名點。今天的家庭聚會當然也少不了鴨松羹。其他地方的小吃通常是宴席的點綴或閒暇時的吃食，唯獨客家小吃可以自豪地自成一席，因為它們誕生於祖先篳路藍縷的歷史時代，幾乎都是澱粉製成。首先的用途是充飢，每種小吃都歷史感十足，背後的典故或記載着客家人的真善美，或記錄着客家人的苦中作樂，將勤勞、智慧、堅韌的客家文化通過食物一代又一代傳下去。